今日测灵到此结束，无人入选。师兄，我们回宗。等等我，我也想修仙。哪儿来的臭乞丐？这一身烂泥也敢脏了仙师的眼！给本公子滚！聒噪！本仙师在此，轮得到你来放肆？命悬一线，仍敢搏一丝生机？小乞丐，本仙师承诺你，只要手放上去有灵根，青云宫便收你。啊！天灵根，居然是极品资质天灵根！小童，恭喜你，你不仅有灵根，还是修仙界最上腾的极品资质。你可随我们回宗门，只怕掌门和各峰峰主都会抢着收你为徒。什么是天灵根？天灵根在我修仙界又被称之为空灵根，无论什么灵气都能吸收，修炼也不挑功法，突破更是连瓶颈都没有，堪称极品资质的灵根。哦，请问那100两银子的奖赏？什么100两？天灵根必须奖励1000两。文师妹，给他。我活下来了，仙师，我饿到没力气了。吞下去。这是辟谷丹，吃1颗能饱腹3天。等回了仙门，你便什么都不缺了。谢谢仙师。小师妹，以后大家都是同门了，还望你不要计较先前在镇上的事。无知，带入仙门，你便知晓天灵根到底有多了不起。收起你那点凡俗的傲气。小师妹，这是培元丹，一会儿回仙门要踏仙梯过问心关，你身子底子薄，赶紧服下。师姐是哪个封的？师姐是扶风的，不过你这极品天灵根太抢手，各峰峰主怕是会抢破头，我扶风落魄，争不来你。谁对我好，我便认识。新弟子立即踏上青云仙梯，过问心关。中途放弃者，天黑前未达山顶者，原路送返。重，好重！我从烂泥里爬出来，绝不会再滚回去。他怎么还能走得这么快？第1轮登顶者上前排队复试灵根。极品天灵根，100年难遇。孩子，本座乃青云掌门，你可愿做本座亲传弟子，享最顶尖资源？来我剑锋，我剑锋重战，必护你周全。我丹峰富甲天下，灵药随你当堂吃。若去别的峰，就不给我顶尖修仙资源了吗？你是仙门未来的希望，去哪都得给你最顶尖的资源。那我选扶风。扶修最弱，且传承已断，你为何执意去那儿？因为温灵师姐，弟子本是乞儿，濒死之际，是温师姐一粒辟谷丹保我性命，与我衣衫遮体，赐我丹药疗伤。否则，这上千仙梯，我这具身体根本走不上来。一命3包，这份恩情，弟子愿舍弃大好前途相报。好，我扶风虽没落，但峰内皆是连苍生的良善之辈，我牧羊千金所有要交好。温灵有功，直接入我扶风内门。既已定下，这天灵根便归你扶风了。赏温灵3000贡献点，1000灵石。
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死贱人，有种大声点！哼！桑榆，扶风4阶以上的高阶传承，随着我师尊在秘境失踪，已经断了。既然是存在于世的东西，总会找回来的。好，为师就算跑遍修仙界，也别为你找回来。我双灵根，自愿入扶风。扶风最没落，你小子疯了！这叫买股。扶风有极品天灵根，现在入是雪中送炭，往后想入连门槛都摸不到。好，本座收你为记名弟子，还有谁愿来？我扶风全要了。桑榆师妹，师尊破格收我入内门了，这洞府也是师尊特意为你留的。温师姐，扶风现在有多少内门弟子？加上你和金师弟，不超过5个，且大多是3灵根。桑榆师妹，咱们扶风的未来可全靠你崛起了。凭什么靠我一个人？大家一起努力才是。我闭关了，不引气入体，绝不出动。天灵根都这么卷，我凭什么不努力？回洞府！引气入体，不过如此。怎么会这样？漏斗丹田，我堂堂天灵根，连灵气都存不住，拿什么重振扶风？特么的，就算是漏斗，我也要给你填满！阿鱼，可是修炼结束了，见过师尊。你是天灵根，3天过去必然已引气入体。为师在门外放了符道初解、画符工具和储物袋，缺什么随时去库房领。是，弟子记下了。堂堂封主亲自送东西，要是被发现我是个废丹田，整个慈风的师弟师妹估计能把我活撕了。该死，存留率只有2%，这龟速爬行连杂灵根都不如。终于炼气2层了，小师妹天灵根估计都炼气4层了吧？剑锋的林峰才炼气3层，1个多月，别人都炼气3层了，不能再死磕修为了，必须找个借口。只要练不死，就往死里练。成了。小师妹，你快2个月没出洞府，怎么才炼气1层？这不可能！阿宇，你堂堂天灵根，莫非修炼出了岔子？为何不早来找为师？师尊息怒，弟子并未全身心修炼，而是对画符产生了兴趣。这全是你画的？我初阶符箓成符率才3成啊！这是2阶护身灵符，你刚入门怎么画出来的？师尊给的储物袋里有，我照着画就会了。至于那1叠初阶的，1个半月前就会了。1阶都没学过，直接画2阶。好孩子，越阶画符，你可真是符道天才！师尊这就将3阶术符道完整传承，尽数传你。但你必须答应我，修为绝不可落下。是，弟子定不负师尊厚望。阿宇，你画初阶符箓的成符率是多少？10成。10成？妖孽啊！不可如此说你小师妹。是。2阶符箓呢？目前只有3成，主要太耗灵力了，我修为跟不上。你要知道，你温师姐入门10年，4灵根资质，炼气5层修为，迄今为止画1阶上品符箓的成符率也才3成。阿鱼，我只以为你资质极好，却不想你悟性也极佳。我扶风收下你这样的天才弟子，简直是天大的福气。这是为师早就为你们备好的4年修炼资源和功法法术，切记千万不能因为钻研符道耽误修炼。去吧，徒儿告退。4年了，闭关4年，才堪堪突破到炼气3层后期，这漏斗丹田根本填不满。
加油！一定要在大比前冲到炼气4层，漏斗丹田！我他娘的跟你拼了！阿鱼，来师尊这里一趟，掌门要见你。离大比不到3个月，掌门要见我，完了！堂堂天才修成这样，怎么出去见人？算了，不行就直接摊牌吧，反正迟早会被人发现的，被人嘲笑就嘲笑好了。可否告诉师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弟子从入门起修炼速度便一直缓慢，弟子担心师尊知道后会不要我，所以一直没敢说。将近5年的时间，炼气3层大局版。你呀你，发现问题不说，平白耽误了这几年。除了缓慢，还有什么异常？入体灵气百才存2，除此之外，弟子没发现其他问题。天灵根，按理说吃饭睡觉灵气都会自己往体内钻，能存住灵气，证明丹田没废。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阿鱼，别紧张，师尊帮你探查一番。经脉畅通无阻，但我的灵力入不了他丹田。不成，好好的天灵根苗子，绝不能这般荒废。本座立即去藏经阁翻书，查找原因。阿鱼，是不是被为师刚才的严厉吓到了？师尊，为师不是针对你，而是做给掌门看的。否则为师不发飙，掌门这关只怕你不会好过。我知道师尊都是为了我好，是我包袱重，怕被人看低了去。你呀你，以后有任何事必须跟师尊说。你才18岁，未来的路还长，千万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这是一颗极品生灵丹，你拿回去吞服，尽早突破炼气4层。再有3个月便是内门大比，若你不想参加，师尊绝不勉强。多谢师尊，师尊连极品生灵丹都舍得给我，我绝不能让他在3个月后的大比上沦为笑柄。掌门怎么如此行色匆匆？洪长老，快给本座找些跟天灵根有关的古籍。可是扶风那位天灵根弟子修炼出问题了，入门快5年了，修为不过炼气3层，这可是极品资质啊！传出去，我青云仙门岂不是要成整个南域的笑话？什么？5年才炼气3层，我5行杂灵根都炼气4层了。说了嘛，那个所谓的天才桑榆就是个废物，5年了，连咱们杂役峰的扫地小厮都不如。哼，天灵根又如何？我王诗婷3灵根，如今已是炼气6层。当初他敢无视我的示好，让我丢尽颜面。这次门内大比，我一定要亲手挑战他，把这个高高在上的天才彻底踩在脚下。老娘拼了！炼气4层，终于诞生神识了。让我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这不是当初砸死我的那块陨石吗？操蛋的玩意儿！老娘苦苦修炼5年的灵气，全被你这破石头给吃了！你他娘的有种出来，老娘一拳头给你干碎！你不出来是吧？老娘操娘进去找你！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远古野人死透了吧？这符号感觉极其危险，难道是他在吸我的灵气？好，老娘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！这符文记下来。必须记下来！来，再来！越难画出，说明这符文的威力越恐怖。终于成了！让我看看你的威力！我操，这威力直接炸成渣渣了！破坏力绝了！5年灵气我认了，空间里那具神躯老娘养了。从今天起，
你叫顶级爆破符，门内大比。王诗婷，你给我洗干脖子等着！拿去吧。看，这仙门天才因为修炼没长进，已经开始自暴自弃了。可不嘛，真是暴殄天物。若将天灵根给我，我早一飞冲天，大杀四方了。我修炼出问题的事，居然传遍全宗门了。哟，这不是扶风天才桑师妹吗？怎么知道自己现在走到哪儿都丢人，跑这么快？你谁呀？你居然不认识我？临水镇乘坐仙鹤前往仙门路上，想起来了吗？哦，原来是当初嬉笑过我的那个富家千金啊！扶风天才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你现在不过是个修炼出问题的废材，还敢这么嚣张？做错事的是你，你道歉是你的事。难道你以为你屈尊降贵，我就必须原谅？你别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，我要下战柱，公开挑战你。门内大比即将开启，我要为此做准备。你若实在想挑战我，大比结束后，我应约。什么？你都废了，还敢参加门内大比？都听见没？扶风天才要参加内门大比，我去！我同风师兄是内务殿管事，我去给桑师妹报名，我作证。我为何不敢？就算战败，也比不战而败强。那你悠着点，可别被人打死了，我还等着挑战你呢。行，我等着。查阅古籍，至今13872枚。古神，天生地养，万古不灭。实力根据额头标记辨认，3星古神便拥有毁天灭地。我空间里那个足足有7条杠7星古神，那岂不是能灭一整个宇宙？万古不灭，我倒要看看有多硬！给我破！再来！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真硬啊！小拇指的符文就这么恐怖？如果是胳膊上、胸口上的禁忌之力，只要我继续用灵石喂养，一定能亮起新的符文。长老，大比在即，我要领取2000灵石，用来画符备战。哼，2000灵石，老夫做不了主，不批。行，我这就去找师尊汇报。哼，不自量力！呸！就这废柴也配称之为天才？我看封主还能护你到几时？小师妹，你就如实告诉师兄，你是不是隐藏了修为，想装把大的？没有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天灵根资质修炼5年，怎么可能才炼气3层？我不信！是炼气4层，谢谢。炼气4层我也不信，你肯定隐藏了实力。信不信随你，让开，我要去找师尊。师兄，我现在都不敢踏出扶风了，走到哪儿都是嘲笑声，说我埋骨赔大了，都问我要不要考虑跳槽。师兄后悔了？你若是做出背叛扶风、入他封的事情，我会让你后悔程度加倍。我怎么可能那么做？我可是扶风记名弟子。你最好不会。看来这次门内大比，我必须要出点风头才行，否则扶风弟子出门在外都抬不起头。师尊，弟子拜见。有什么事说。师尊，是我阿鱼。阿鱼，你突破炼气4层了，修为进度可恢复正常了。师尊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不正常，就是跟上次一样，醉心于符道，耽误修炼进度了。当真？你怎如此糊涂？为师都提醒过你，要以修炼为主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钻研符道就会进入浑然忘我的境地。上次我怕师尊骂我，才没敢说。你真气死我了！师尊求放过，徒儿知道错了。为师看你嘴里就没一句真话，你才多大点儿，难道就能陷入孙武状态吗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突破化神期了呢。徒儿真没骗人，而且我这4年时间其实一点没浪费，已经有等着看我笑话的他封弟子
替我报名参加门内大比了。师尊，你信我，从今往后再无人小看我扶风。我可以立下军令状，若我做不到，师尊你到时候就当着全仙门弟子的面将我逐出扶风。好，为师信你，压力别太大，大不了咱参加下一次的5年大比。看还是没信，没事，等到那一日，不信也得信。师尊，我来找你还有些别的事，师尊能给我点零食吗？你要多少零食？500。就这么点零食都不给，这韩长老可真抠到家了。是5000。什么？5000？你要这么多零食做什么？钻研符道，好不好嘛，师尊？人家真的需要，实在不行，2000也行。哼，行，给你5000。师尊万岁！师尊万岁！这可都是我跟人干架的底牌，给我拧！阿鱼，明日便是门内大比开启之日，今晚将体内灵力恢复到最佳状态，知道吗？是，师尊能跟我讲讲大比规则吗？自是可以，你且打开洞府防护阵，让为师进来与你细说。美人师尊，你这是在库房取了多少符纸？也没多少，就每节取用了几千张而已。人家研究符箓消耗的多点嘛。你呀，不会这段时间都没修炼专门画符了吧？你明日是打算用灵符为主战力？我符修不运用符箓跟人干架，难道去跟剑修拼剑，跟阵修拼阵法不成？为师给你的那些功法法术，你可有休息？有休息一些，但兴趣不大。师尊，可能你无法理解，但我真的只对符道情有独钟。那也不能连修炼都荒废了。更高深的符箓，消耗的灵力也更多。你若想成为一个强大的符修，修为必须跟得上。师尊，我知道的。阿鱼，明日开启的内门大比，只有筑基以下的炼气修士参与，还有前几届的老弟子为了奖励报名，竞争极强。我真有信心吗？唉，行，师尊信你。此次内门前10奖励高阶法宝丹药，第1名奖励10万下品灵石。10万下品灵石，可实在是给你们想的够多。大不了暴露最终底牌顶阶爆破符。师尊，天色已晚，您请回吧，我还要接着画符。师尊，请不要打扰弟子修行，咱明日见。1阶防御100张，2阶防御80张，2阶攻击50张，1阶爆破80，2阶60，3阶35，再画5张凑个整。顶阶爆破符才3张，不够，得再补2张。阿鱼，准备好了没？该随为师前往青云峰了。师尊，等等，我再多恢复一下灵力。死丫头，又当为师的话是耳边风。为师最多等你半个时辰，否则去太晚，剑锋那个贱人又要嘴贱。半个时辰，够了。灵力可恢复到最佳状态了。差不多。你这死丫头，就知道胡闹。师尊，够用了，我发誓。哼。为师记得福心洞外有11棵老榕树，是当年师祖种下的，为何只剩下9棵了？徒儿不知道那是师祖亲手种下的，修习火系法术的时候不小心点着了2棵，烧没了。你可知这伏羲洞府之所以灵气这般浓郁，就是因为这11棵树组成的天然聚灵阵所致啊！那少了2棵树，这天然聚灵阵岂不是破坏了？倒也未完全破坏，不过聚灵功效怕是没过往好了。也罢，时候不早了，先去青云峰。若此次大比你表现好，为师便放过你；若连前10都入不了，到时别怪为师跟你算总账。弟子知错了。走吧。
台上才10来时。穆师妹，大比都开始半个多时辰了，你才姗姗来迟，可是不将此次大比放在眼中。他弟子修为出了问题，能来就不错了。好好一个天灵根苗子被养废喽！死贱人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！我弟子废没废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哦，莫非修炼进度跟上了？这不还是才炼气4层吗？难怪师尊骂他死贱人，这嘴的确够欠的。好了，大比第1轮已抽完签，各封亲传跳过前3轮。桑榆，待前面3轮结束，你便要下场，可做好了准备。回禀掌门，弟子已做好万全准备。听你师尊说，你是因为醉心符道才耽误修炼，此事可是真的？是。胡闹！符道有很好研究的，这不是耽误你的好资质吗？果然当初就不该任由他去扶风，我就该给他绑来我剑锋。我剑锋才是战斗主力，这次铁定包揽前3。死贱人，就你会说大话！桑师妹醉心符道，可是钻研出什么成果来了？还成，小有成果。看来桑师妹对这次大比很有信心。一般般吧。李师兄是什么修为？我区区炼气后期而已。炼气7层到12层都叫后期，不肯说实话是吧？行，我也苟着。林师弟已经突破到炼气9层了吧？李师兄倒是消息灵通。炼气9层，都他妈是变态吗？还好我有爆破符。阿宇，收心观战，积累实战经验。是，师尊。阵法困敌，法器砸人，零售消耗，几乎每封都有自己的战斗绝招。我们扶风呢？符箓不能叠加使用，2张一起扔会相互抵消威力。我的爆破符估计也不行。等等，如果把一张完整的爆破符拆分成3种基础符号，这3种符号同时画出来，能不能叠加？如果能，只要找到它们之间的紧要联系，扶风所有的灵符是不是都能叠加增倍？五行剑尘，居然是传说中的五行剑尘！阿宇，看9号擂台，这就是为师先前跟你提过的那个5行杂灵根弟子。你这次的对手远比想象中可怕。师尊放心，弟子心中有数。前3轮比斗结束，内门前100名核心弟子已出，第4轮亲传弟子下场抽签。青云峰列祖列宗保佑，千万不要抽中我！我不要这么早对上这群变态！老天爷，这一定要让扶风亲传丧师妹抽到我！你他娘的倒是会求！炼气4重的亲传，白送人头，这是亲传福利，请祖师爷们也保佑下我！亲传福利，都想拿我当跳板是吧？一会儿弄死你们！桑师妹都被评为亲传福利了，他们都眼瞎。阵风刘周，丹峰周荣。这还打什么？我直接认输还不成吗？我恨亲传100年！别急，扶风丧师妹还没抽完，咱还能诞生出幸运儿。剑锋沈平安，我，幸运儿是我！感谢丧师妹抽中我，也不枉我当初大老远的跑去内务峰替你报名参赛，果然有因才有果啊！原来是当初那个上赶着给我报名的剑锋弟子，确实有因才有果，就拿你立威了。第4轮第1场擂台赛，扶风桑榆对战剑锋沈平安，即刻开始。桑榆小师妹，不若你直接认输，省得师兄下手中误伤了你。就你这小身板，怕是承受不住师兄手中这把剑的威力。废话真多。这股力量怎么可能？
给我破！师兄，还想劝我直接认输吗？不，是师兄我该认输了，我不该轻视任何一个对手的。不过也对，你是天灵金，你连修炼都不在乎，专心钻研出来的符箓，又怎会弱？那你认输去疗伤吧，以后也不要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。多谢桑师妹手下留情。他是用什么招让沈师弟伤成这样的？一张符箓，一张符箓，你确定？就一张？我发誓，真就一张。2个呼吸的功夫，桑青传禅就重伤对手，赢了比赛。天灵根难道如此难以战胜吗？甚至修为超出大几个境界都做不到吗？我不信。阿鱼，那可是你自创出来的符箓。怎么可能？他才多大点儿啊！你符风的传承都没学全面吧，就能自创出新符箓来？哼，绝无可能。我徒儿刚刚使出的那张符箓，我从未见过，且还很危险，根本就不是普通灵符能散发出的力量。所以，这真是你荒废修为，自己研究出来的全新符箓。没错，我先前跟师尊说4年时间荒废了修炼，不是在骗人，而是我悟出了一种全新力量的符箓传承。我称之这种力量为禁忌之力。刚刚那张符，我取名为爆破符。阿鱼，符箓传承都是一整套的，你才一张，算不上是符箓传承，只算研究出了一种新品符箓。可是师尊，我研究的就是完整爆破符传承啊！你的意思是，你研究出来的符箓不止刚刚那一种？对啊，刚刚那只是一张2阶爆破符，我还有其他的。另外还有时间不够，没实验出来的。师尊，疼！对不起，阿鱼，师尊不是故意的，就是太过于激动了。你倒是捡了个好弟子。这该死的悔不当初是怎么回事？我就该拼死相争，也要把天灵根绑回我阵风的。有没有可能，我家阿鱼是天生的符修苗子，只有在符风才能激发他这种悟性？屁！天才在哪儿都能发光。若是来我剑锋，我剑锋传承中最难修炼的天剑国，早被他悟透，修炼出剑气来了。比赛继续，莫要耽误时间。王师妹不是要公然挑战桑青传吗？等大比结束，我们可是等着看热闹。自不量力，就王师妹这样的，就算比桑师妹修为高，这也不够人家一张符箓炸的呀。阿鱼，这些弟子都在忌惮你，我扶风这次算是出了大风头了。师尊，后面的比试，我符箓的威力，若是不小心把对手打死了，算残害同门吗？你还能有这种本事？这可是擂台赛，不小心打死又不是故意的，最多算误杀。不过你最好别这么干，万一判定你是故意的，可是要被带走受罚思过的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那一会儿打架前，我先问一句，对手要不要直接认输？要是人家不认，那绝对就不是我故意的了。我认输，我极其不甘心，但我不敢上。桑青传，我认输。李师兄这是抽中了谁？
韩琴，那个无形杂灵根的黑马，我完全没了解过他呀！恭喜李师兄，抽中了本次大比冲刺的最猛烈的那匹黑马，人家那叫低调。我抽中了灵兽风，你呢？阵风。阵修很难对付，师妹多加小心。桑师妹，等我布完阵，你再出手成吗？我就想看看我的归元阵能扛住你先前那张符箓的威力吗？行啊，你请便。你这阵风弟子倒是够狡猾，欺负我家阿谀单纯好骗呢。兵不厌诈，老夫还担心我那阵风的好苗子被你那弟子给伤到了。桑师妹，下次跟人对战，切记不要太过于轻信对方，九转连环杀阵。哦，我记下了。我阵风的3阶防御阵可没那么好破。哦，3阶的，那就上3阶爆破符，1张不够，还2张。无风，桑榆胜。天灵根若是好对付，就不是天灵根了。阵修可真狡猾，刚那2张符箓，威力竟然恐怖如斯。嘿嘿，师尊，这是用3阶符纸画出来的。你都能越阶画3阶符箓了？画不了，只能将爆破符绘制在3阶符箓上。其他符封的3阶灵符太过于消耗灵力，我根本画不出1张完整的来。那为何你这爆破符可以？我也不知道。画爆破符虽然也消耗灵力，却没其他3阶符箓那般消耗巨大。阿鱼，你要知道，便是炼气大圆满修士都不一定能画得出3阶符箓来。你温灵师姐炼气后期，最高也才画得出2阶中品符箓。第6轮擂台赛结束，半决赛开始，每人抽签1次，选出抽签方和被抽选方。我抽中备选方。我也是备选方，成功避开桑师妹，感谢祖师爷保佑。林师兄，你抽中哪一方？备选方。你运气也不错。韩师兄，你呢？我是抽签方。祖师爷保佑，请不要让我这么快遇上韩师兄你。桑师妹不必如此，你那3阶符箓同样让我忌惮不凡。我也不想这么早遇到你。打到现在，我已算是尽了全力，怕是无缘下一轮了。第1场决赛，剑锋临锋对战药锋莫苍。妈呀，这药锋怎么修习的全是毒功？咋不改名叫毒锋呢？小林哥，你可一定要赢啊！果然，借助外力永远无法战胜自身实力。我认输。那是因为你修习的还不到位。符修也是借助外力与人交战，若遇到桑师妹，我只有5成几率战胜她。第2轮决赛，剑锋韩琴对战丹锋唐月。唐师姐，你可一定要为我报仇啊！这小子害我连决赛都入不了。
我怎么觉得这位韩师兄会赢呢？这小子居然真能闯入前10，看来老夫收他为亲传弟子的承诺要兑现了。切，死贱人又闻着味儿了。师尊，仙门内有没有林师兄修习的那种火系功法，供我修习啊？怎么，终于对功法感兴趣了？师尊，你也是女孩子，我不信你对那些毒虫毒蛇无动于衷，太可怕了。哼，有甚可怕的？为师我只需要一根手指头，就能杀死那些毒虫毒蛇，让他们进不得身。你实力太弱才会觉得可怕。我这不是想提升实力才询问您功法的事情吗？为师这不是恨铁不成钢吗？那到底有没有嘛？我一看到那些毒物就浑身起猪皮疙瘩，还腿软，救救孩子吧！有，你天灵根不挑功法，什么系都能练。若想修习克制毒物的火系功法，为师倒有个助你速成的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只要你能拿到本次大比第1名，为师就有脸跟掌门师兄开口。门内库房中有一株变异灵火，咱不要法宝奖励，换成这株异火。若为师没猜错，那林峰也是冲着这株异火来的。若用他的本源灵火融合这异火，会让他实力大增。你们若是对上，他绝不会对你留手。那我也不对他留手。可你已经在前几轮展露了底牌，连3阶爆破符都扔出去了，难道还有更厉害的不成？我还真有。哟，还真被我家阿鱼猜中了，又是剑锋弟子赢了。第3场决赛，气风李2年对战扶风桑榆。阿鱼，小心了，气风都是体修变态，身躯硬得跟钢铁一般。师尊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师妹，承让。让不起，感觉防御符都能被锤破。人呢？妈的，这就是体修的可怕吗？我这张底牌符箓如果用了，会误杀你。打个商量，你认输，我收手。桑师妹，当真？我可立下新模式，若有半句虚言，修为尽毁。新模式都敢发，行，我信你。但师妹，你得答应我，大比结束后，将你说的底牌符箓使给我看。没问题，我应下了。我认输。你胜券在握，可别被忽悠了啊！确定认输。桑师妹都发誓了，我信她。此轮比赛，扶风桑榆胜。慕瑶，你这小弟子最好没欺骗我，那老实巴交的弟子，否则……来，你也发个新模式，就说你当年没偷陆师姐洗澡。那都多久前的事情了？我又不是故意要看的，是无意中闯进去的。看，你就不敢发新模式，我弟子却敢，说明他内心坦荡。行，我气风认了。丫头，你真有能杀死李二牛的符箓，他可是炼气大圆满，肉身炼体也大圆满的弟子。不死也重伤，搞不好会废。你没吹牛？我感觉林师兄能逼我出手这张符箓，到时候您就能亲眼看到了。师尊，大比结束后，我还想炼体。你确定？炼体的过程可是无比煎熬难忍的，越往后越痛苦，熬不过去，就算不死也会废。师尊，我想。行，等大比结束后，为师替你寻来门内最上层的断体功法。谢谢师尊，师尊最好。专心看比赛。最后3强已决出，请林峰、桑榆、楚留英上前抽签，1人轮空，2人对决。比斗开始。是起。阿宇，你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必须回馈孤儿院。邪术！你用邪术杀死了我亲传弟子林峰！
桑榆，你是天灵根，本座一直视你为青云仙门未来的希望，可你却修习邪术。我没有，这不是邪术，这只是符箓的力量。阿鱼，不是，修仙界根本没有威力这般可怖的符箓，连我们都感到威胁的力量，不可能出自你一个小修士。你告诉为师，这邪术是从何处学来的？师尊，这真的不是邪术，我不可能修习邪术，请你相信我。为师没法信你，掌门他们也没办法信你。桑榆，你修习邪术，杀害同门，毁坏仙门根基，来人，拿下他！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杀林峰。等等，我明明说好了，要先问林峰要不要认输，再动用顶阶爆破符。我刚刚明明没有问，还在，没有被用掉，这还是幻境。狗，双手齐出，指尖如同穿花蝴蝶般，瞬间都他妈是狗！我他妈要废了你！给我滚下去！这是你让我感受无尽痛苦和恐怖的代价。若不是顾及这是同门比试，我必废你。那丫头已经留手了，若用破阵那张符箓，你人已经没了。哎，尽快疗伤恢复，比试第一，别想了。就说镇修总攻击人内心薄弱点，迟早会遭报应的吧。此战，扶风桑榆胜。我讨厌镇修一辈子。乖，不哭了。将我徒儿伤成那副模样，我都没说什么，你徒儿都打赢了还瞪我，哼！阿鱼，这就是成长，便是你不在门内遇到幻境，往后出去历练也会遇到，有的人甚至一生都被困死在其中。真的吗？提前遇到，能助力你心性坚韧，往后咱遇到同级别的幻阵，咱就有经验了不是？快别哭了啊！全青云仙门的弟子都在看着你呢。师尊，若是我的符箓威力太大，不小心把人炸死了，会被当作是邪修吗？阿鱼为何会如此问？可是刚刚在幻境中经历过什么？难道太强了也是一种过错吗？我不认。傻阿鱼，你是被幻境影响了，你用的是符箓，不是邪术。你可知4阶以上的符箓能对付金丹修士，7阶以上连元婴期都得避其锋芒，最顶阶的9阶符箓战化神期都不在话下。阿鱼可是恢复了，无甚可笑的。想当初咱初入仙门，谁还没被镇修整得苦过啊？我阵法传承就是如此强大。我扶风迟早研究出破阵符，专门克制你们镇修。小丫头口气不小，你若真研究出来造福苍生，我阵风自愿抵你扶风一头。不可，阿鱼，你不可再因钻研符道耽误修炼。你可是天灵根，10年一次的4大仙门大比，还有5年就开启了。到时候正是扬我青云仙宗威名之时。谁敢耽误天灵根修炼，本座跟谁急。老夫也挺好奇，本次大比最终会花落谁家？阿鱼，去吧，别紧张也别怕，一切有为师在。是，师尊，徒儿必然全力以赴。林师兄，我手中有张底牌符箓，威力无穷，一会儿交战可能会误杀或废了你。你若愿直接认输，可免遭伤害。多谢师妹提醒，只不过我剑修就没有不战而败的先例。师妹出手吧，师兄但死无悔。好，那我们就一招定胜负，请。请。
师兄准备好了吗？师妹出手吧。那可是2件高阶防御法器呀，居然全部崩碎了！好强，还好我认输了。这张符的威力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。师兄还不认输吗？师尊答应我，只要我拿到此次大比第1，就替我从掌门那儿争取异火。我需要那株异火，所以我必须要赢。我师尊也答应过我了，我也需要那株异火。既然师兄不愿认输，那便继续吧。这么厉害的符箓，他居然不止1张，这还用打吗？林峰、小桑榆，若你们只是为了异火相争，大可不必如此。宗门库房确实只有1株异火，我偏要如此。那株异火，我林峰要定了。我也要定了。你们先听本座说完。我宗门禁地中还有一只会自己跑掉的异火，名为苍穹异火。本座带你们去收服，谁有本事收服归谁，如何？不如何？我剑锋弟子绝不战而败。我也不如何，我还缺灵石，那1000块中品灵石的奖励我要定了。你们这些逆子，行吧，本座不管了，你们要打就打，死了废了，别怪本座没好心提醒过。好一个绝不战而败！林峰，我剑锋以你为荣。林师兄加油，扬我剑锋意志，击败有荣。我扶风亲传大师姐，你是我扶风弟子眼中永远的神，你至必胜。当亲传，碾压他们，击破他们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开始吧。凌云剑法第9式，一剑破万法。是剑意，这小子才练级后期就领悟了剑意。丧尸妹，我不再拘你的符箓了。哦，是吗？我还有3张哦。这一次，我不会跟你慢慢耗，承受暴击吧你！桑丫头，不说好了，是剩下3张了吗？哦，刚那种只剩3张，但我还有别的符箓。一剑破万法，万剑齐出。大挪移法，此次门内大比，桑榆第1，林峰第2。林峰，你可认？多谢掌门出手相救，弟子战败。好，我剑锋弟子虽败给了扶风弟子，却输得心服我服。此次大比名次已出，所有排名前10弟子依次上前领取奖励。林峰、桑榆，弟子在。你2人不要法宝奖励，只要异火。本座说话算话，你2人先领取灵石丹药奖励，待伤势恢复后，前来青云峰寻本座。本座带你2人去禁地收取异火，谁收服了算谁的。库房那株补界令外那人可有异议？没有异议。弟子韩琴见过掌门。韩琴，你是此次大比中除小桑榆之外最让本座深感意外的弟子，仅凭炼气6层的实力，一路从杂役冲到内门第4。你上前可是对奖励有异议？是，弟子想争取一番。若林师兄和桑师妹收服异火未能成功，可否让弟子也收服试试？弟子也想争取一番，还请掌门成全。行吧，若林峰和桑榆2位弟子都没能收复那株异火成功，便给你2人一次机会。多谢掌门成全。看来这异火真的是好东西啊，捡漏的都排起队了。不过无所谓，大比第1，
宗门库房那株宝鼎是我的。阿鱼，来，1000中品灵石到手，还有1颗上品筑基丹，拿好了。筑基丹，不错，这都是本次大比第1的奖励，归你了。可是师尊，我天灵根不是说突破没有瓶颈吗？用得上筑基丹吗？你可以不用，直接天道筑基，但也怕突破时出现故障，留1颗在手上，有备无患嘛。也是。好，那我先收下了。师尊，我做到了。好，此次过后，我扶风总算是扬眉吐气了。为师一会儿就去找掌门申请，提高我扶风弟子资源待遇。阿宇，接下来可要专心修炼了啊！长母将未来4大仙门大比的希望，可全放你和林峰、楚留雨、韩琴这几位弟子身上了。只要练不死，就继续往死里练吧。炼体、炼化异火，对实力也有增长，只能一步一步来了。还好赢了，师尊提都没提，跟我算账的事。不过这术真影响到聚灵效果了吗？感觉差别不大。难道是因为我是天灵根，不挑灵气？阿鱼，剑锋、林峰和阵风、楚留玉伤势已经恢复，掌门师兄让你去青云峰一趟，带你4人去禁地收复异火。走吧，为师送你过去。唉，炼气4层，连御剑飞行都做不到，往后为师都不敢放你离开宗门区域。我自己也不敢出去，外面太危险。我要留在宗门内猥琐发育，等我变强大了，再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。进入后，本座带你们入异火藏身的洞府内。林峰、桑榆，你2人且各凭本事了。待你2人无法收服，楚如玉、韩琴，你2人一样如此。是，谨遵掌门吩咐。掌门，这就是那株异火了吗？不错，这孽障东西早些年被上任掌门从秘境带回，一经放出就逃跑，最终藏到这里被阵法拦截。他宁可自毁熄灭，也不愿被人收复。如今这株异火威力已经不足当初30%实力，上任掌门都强迫不了的异火，只能靠你们自身说服他跟你们走。桑师妹，你大比第1，你先来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心底没底，所以想让我先去打个样。小火火，这暗无天日的山洞待得多无聊啊，不然跟我出去看看世界呗。林师兄，你上。我知你名为苍穹，诞生于上古时期，上任主人乃上界炎帝，我乃青云仙门剑锋弟子林峰。若你认我为主，我愿花毕生光阴，将你恢复为完整的苍穹异火。看来这异火软硬不吃，我也没辙。若你愿被我收服，这株5行灵火，我可送与你吞噬掉，强化你的异火之身。不知好歹！先礼后兵，既然好好说没用，那便动手吧，谁抢到归谁。5行剑阵，收！一剑破万法！操！忘记给自己补顶阶爆破符了，全用光了。如今身上只有2阶、3阶的。没底牌了，凑合用吧。去。桑师妹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他自己钻进来的，难道是被我的爆破符吓投降了？
好，哈哈，好！这孽障总算被收服，为我青云仙宗所用了。桑榆，你且抓紧时间就地炼化，省得他又跑出来。是掌门师伯，还请为弟子护法。师尊，我不服。原本再等等，我便能悄然潜入，强行想收服这苍穹异火。这么快就炼化了？是，让掌门和几位师兄久等了。此事已了，你们三人自行归去。林峰，随我去库房取你的异火。韩师兄，等等，那个带我一程呗。我师尊怕我乱跑，没给我备飞行法器。师妹上来吧。桑师妹，师兄有事相求，你手中威力最大的那种符箓，可否授予我一张？我要去一处险地寻机缘。不行，我师尊交代过，那符箓威力太强，绝不能流落外人手中。我可立下新模式，只做防身自用，绝不转交他人，也绝不滥杀无辜。韩师兄，你可有五行剑阵的完整阵法图？桑师妹对五行阵阵感兴趣，我愿用一张顶阶爆破符换你的完整阵图，外加赠送你2张破除幻阵用的3阶爆破符，如何？好，成交。3日后，韩师兄来我洞府外找我交易。别怕，只是一具没有生机的遗血而已。什么？你说他不是死物，是活的？阿宇可是回来了？师尊请进。这是你要的火系功法和炼体功法，为师为你收集而来，有好几种，但你不能修杂了，只能分别选一种精炼。小伙，不然你自己选。这异火就算有灵智，难道还能读懂功法不成？玩呢你？师尊，你可别小看他，他前主人可是上界炎帝。上界炎帝，人家林峰亲口说的。小伙觉得这本更适合我，那就这本了。可这功法残缺。师尊，徒儿又不是主修火系功法，我是辅修好吧？当他是辅系功法修的，万一以后运气好找到后续功法了呢？对吧，小伙？阿宇，你确定要修这九转天火诀吗？那是一处上古秘境，里头危机四伏，每回秘境开放100人入内，能走出来却只有几位。哟，师尊不必担心，我比谁都怕死，在实力没有达到觉得外出会很安全的地步。为师巴不得你这样。也好，你既然想修，便修吧。韩师兄，桑师妹这洞府位置不错，环境也幽静。嘻嘻，我师尊专程为我挑选的。对了，韩师兄，你可成剑锋亲传弟子了？并未。入门前，我已拜有师尊，立誓此生只为他一人之徒，不好违背誓言，所以拒了。原来如此，这2张是3阶爆破符，这张是顶阶的。这2种符箓有相似之处。这本就是我从顶阶爆破符上拆开画出来的呀。这女娃娃的画符天赋可真是令人惊叹。桑师妹的符道天赋真是令在下佩服。这便是五行阵图。不愧是五行剑阵。韩师兄，你乃五行杂灵根，我师尊给了我一样五行法器，很适合你用。如果师兄有能让我看上的东西，我可以跟你换哦。师妹可需要丹方？我对玄炼丹不感兴趣，可有与符道有关的。此次险地探寻异火，危机重重，若能多一张底牌。师妹且看，这是我误闯入一处已作画的化神前辈洞府，所获的几张失去灵力的残缺符箓。这破损的太严重了，
连完整的符文走向都断了。韩师兄，这残符价值不够，我这五行法器，你还有别的物件补差价吗？这是我在那化神洞府寻得的异石，无法炼化，不知品类。师妹若感兴趣，小火和陨石空间居然同时产生了共鸣，这石头绝非凡品。这是3阶金刚符，算我赞助你防身的。日后有符道相关的好东西，随时找我。多谢桑师妹，告辞。什么情况？地震了！这石头竟能修复并扩张这方空间。小伙，你发现了什么？被打碎的上古法器，先收起来再说。桑师妹，我和温灵师姐约了去探寻秘境，你可要同去？师尊不许我外出，我修为太低，怕拖后腿。也是，最近暗修猖獗，专盯咱们这些天才，师妹还是留在门内安全。师兄，这半给温师姐，剩下的你们分。里面有几十张高阶爆破符，务必贴身带好，注意安全。师妹放心，我定亲手交到温师姐手上。拆分出的第2种符号，威力比第1种强了2成。那第3种呢？好霸道的力量，必须找机会试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何满山白帆？桑钦传，温灵师姐和陈师兄他们在秘境遭遇邪修伏击，已经陨落了。金师兄重伤，遗体刚被剑锋寒林师兄带回。阿玉，证据确凿，是邪修所为。温师姐的仇，归我报。师尊，我要去剑锋查验遗物。这是温师姐和陈师兄的遗物，元丰未动。我给金元宝转交的几十张高阶爆破符，一张都不剩了。桑师妹，你深夜来此查验，可是怀疑我见财起意，害了他们？还请师兄莫怪，我只是难以接受现实。你能将温师姐他们的遗体带回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回宗门后，掌门与风主已盘问过我，我对残杀同门并无兴趣，我追寻的只有成仙大道。师兄可探查过凶手是魔门中具体哪一派？不知。多谢师兄告知，我先回了。都怪我，是我没保护好温师姐。去秘境的路上，师姐还一直念叨着桑师妹你的情谊。出门在外，谁能料到这等祸事？所有扶风内外门弟子听令，见过亲传大师姐。2位同门的丧礼已毕，扶风的未来还得靠我们。这2个月，我研发出一种能加强所有符箓威能的绝学，你们必须给我死死学透，往后出门多一条命。金元宝商景，此事交由你2人督办。若有外门弟子在此次修习中展现天赋，我亲自向师尊申请，
破格入内门。是，我等必誓死修习出道，绝不外传。温师姐，陈师兄，阿鱼把完整的传承画给你们看。阿鱼，你这收尾的符号，竟能让高阶爆破符的威力再上几层楼。你到底是如何钻研出来的？细心钻研所得，算不得完整符文。师尊，这符号的传承便交由您了，你且安心闭关提升实力。缺什么修炼资源，直接去库房里。多谢师尊，弟子这便去闭关。5年了，耗费100万灵石，老娘终于突破到炼气后期了。这吞金的空间，真是穷死我了。桑师妹，一直催着要货呢。要什么符？2阶爆破符100张，3阶50张，还有符封的加强版，2阶攻击符各要100张。加强版攻击符让其他弟子画，爆破符我接了，10日后来我洞府拿货。好。这第2枚符文的威压，比爆破符恐怖太多了。再来！给我破！完整的符文之力，给我下！地炉翻身了，大家快跑！救命！符封地震了！哪个不知死活的半夜不睡觉，好来我符封撒野！师尊，是我。阿鱼，你怎会在此？这动静，莫非是你造成的？师尊，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测试下新符箓的威力，谁知风头都歪了。阿鱼，宗门内每一座风头都有灵脉，你若真将风头毁了，你得赔宗门1座灵矿才够。这不是没毁吗？虽然歪了，但还能住。好在山脚只有灵田，这一季灵道被山石压坏，损失2万灵石，师尊赔得起。但风头歪了，掌门必定找你算账。你到底测试了什么符箓？是我新研发的，比大力符威力大出数倍，有排山倒海之威能。此事为夫替你担下，就说我测试法术所致。你速回洞府备战。多谢师尊。武神之力毁天灭地，爆破符和排山挤海符都在手指上，那古神干架时防御力难道凝聚在掌心？防御符文还得等，先多画点加强版金刚符凑合吧。阿鱼，速来青云峰主殿，掌门有请。林师兄，那位断臂的师兄是谁？气场好强。那是剑锋亲传大师兄土飞扬，风系丹灵根的天之骄子。10年前的仙门大比，他被天剑门的一位剑修削断了左臂，他也削了对方1只耳朵，两人打成平手，约定10年后再战。为了报仇，大师兄硬生生压制境界，至今未突破筑基。真是个狠人。那对面那个抱剑的呢？那是今年新内门第一剑锋亲传5弟子司徒叶。林师兄，那你在这剑锋亲传里到底排第几啊？排行6， 2师兄、3师兄和4师兄都是筑基修士，一直在外历练，我都不曾见过。别说，你们剑锋弟子颜值都挺不错的。这位大师兄风光细月，气质非凡，还有那剑锋老五长得跟个妖孽似的，比女人还漂亮。
这话你可没当武师傅面说，否则必然找你单挑。怕他不成？此次参与大比的，都是每个仙门最拿得出手的新生代弟子。4大仙门中皆有顶尖绝学传承。掌门，请问4大仙门大比赢了可有彩头？自是有的，仅限排名前3弟子奖励颇重，其余前10弟子奖励虽也丰厚，却跟前3没法比。掌门师伯可否说说前3都有些什么奖励？我青云仙宗太上长老此次准备了1枚天元果为头名奖励，1件高阶法宝为次名奖励，1件天蚕宝衣为第3名奖励，其余3大仙门也会拿出同等价值的宝贝。天元果，合住金丹期以下修士突破任何境界一次。太上长老真是大手笔。还有天蚕宝衣、高阶法宝。此次大比前3名奖励的都是上品灵石，头名足足奖励1000上品灵石，第2名500块，第3名100块。第1名可是足足1000万下品灵石啊！赢了就能暴富。小桑榆，5年时间过去，修为才炼气后期，可是又荒废修炼时间，钻研符道去了。是钻研符道去了没错，但我觉得此次大比我没什么问题。哦，可有信心冲击前3？这不好说啊，得看对手强不强啊。若没拿下前3，某座主峰歪掉的事情，本座定会与罪魁祸首算总账。我青云峰还有一座控制的奢华主峰，若你这次能拿下第1，本座就将此峰让与你扶风。我会尽力的，但要是对手太强，我也干不过啊。桑师妹，可否再交换1张顶阶爆破符与我？韩师兄要用来作何？我前些年结下不少仇家，此次离开宗门，我单独出门，前往太乙仙门再聚。可，加强版金刚符，我也可以与你几张防身用，直接送你吧。此次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了，3日后出发，都退下吧。是掌门，弟子告退。去桑师妹洞府吧，我有一样东西想拿给桑师妹。也好。韩师弟这是要去哪儿？可有空？师姐找你有些事。我和师姐并不相熟，师姐找我能有什么事？月灵秘境那场灾，是因你取走了那强大魔修想要的异火才导致的，对吧？我听不懂师姐在说什么。在下还有要事处理，师姐若找我有事，待此次大比结束后再约，如何？好，那便到时再约。这女人看我的眼神怎么跟看情敌似的？气运之子的桃花寨，别牵连我啊！师兄师姐若是有事，韩师兄可与我另约时间。不必，就现在吧。桑师妹，可是我眼花，这扶风看着有些往西边倾斜。是我师尊施法，不小心打歪的。这才几年功夫，竟能钻研出将主峰打歪的符箓，此女深不可测。洞府内就不方便请师兄进去了，就在这石桌前，我给师兄泡壶灵茶吧。茶就不喝了，这个给你。里头有3种5阶符箓是完整的，恰好我扶风断了4阶以上的传承。韩师兄，走，我带你去找师尊，他会拿出价值相等的宝物与你交换的。这本书与我无用，说好送给师妹便是送，没打算用来交换。可你就这般白送我啊？这是顶阶和3阶爆破符，还有加强版金刚符，就当交易。日后若再遇到符道传承，同我交易便是。好，日后有缘，尽数替师妹取来。告辞。
师尊，那位扶风小师妹画符倒是认真，小小年纪，天资非凡。若你此次大比拿下前3，击破心魔关，回宗门后，为师亲自去扶风为你提亲。弟子绝无此意，纯粹好奇他的符箓。哈哈哈，好奇便去看看。那丫头与我剑锋有缘，往后嫁过来也成，全看你们的本事了。太玄门弟子跑，发生何事？前辈救命！我等在前方腾龙山脉遭遇魔修伏击，门内长老正拼死拖住他们。对方实力如何？2位结丹魔修，3位筑基，还有若干炼气后期。前辈，快！老夫如何能信你们？万一你们是魔修假扮的正道弟子呢？前辈，这是我太玄门弟子令牌，还请查看。对抗魔修，我正道宗门人人有责。只是老夫身后弟子实力弱小，且皆为我青云门未来底蕴，怕是做不到全力出手，最多派出1位金丹长老，携2名筑基弟子出手相帮。你2人可上非洲，先与老夫前往太乙仙门安顿。能出手相救就不错了。咋的？还嫌弃人少啊？在下只是担心去的人少，救不回我们长老和一众弟子，还牵累了想救之人，还请前辈带人一起前往相救。弟子拜谢。否则，若见死不救，只怕传出去贵派名声会不好听，为正道所不容。你这魔门弟子，居然敢冒充我正道人士，坑害我们！小桑榆，你怎知他2人是魔修，想坑害我们？就是，丫头可有何依据？修仙界可是禁止滥杀无辜。他们要不是魔修，又怎会道德绑架我们前去相救？若是正道人士，怎会说得出这么可恶的话来？所以，他们肯定是魔修。桑师妹行事草率了些，若那2人真是太玄门弟子，师妹又该如何自处？回头若是被太玄门知晓，与我们为敌，怕是要为门内惹下滔天大祸。滔天大祸，夸张了。我青云门此次出行，都派出3位金丹真人，2个4维筑基弟子护送，他们却只有派出2个。是太玄门弟子不够贵重，还是金丹长老过于稀少了？这位师姐，你可有想过，他们其他人或许已经全部被擒，他2人是受威胁前来引诱我们上钩的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证明那2人是魔修？我无需证明。敢道德绑架我青云门，就是在冒犯我青云门。作为青云门的一员，我更倾向于优先保护好我同门师兄弟姐妹，而不是多管闲事。够了！小桑榆说的有道理，这2人来路不明，确实不可信。且那2人言语确实让人听了不舒服，有要挟意味，不救是对的。但小阿鱼，下次行事不可鲁莽，无故杀人是不对的。桑师妹所为，就是在滥杀无辜，按仙门规矩处置，会被执法堂判服刑10年，撕过牙。出门在外，防范之心不可无。我认为桑师妹没错。何至于此？桑师妹也是出于为大家的安危考量。就冲着他们出言冒犯我青云门，即便桑师妹不出手，我也会出手。你们这是偏袒他，偏袒我？我怎么觉得是这位师姐你看我不顺眼，在恶意针对我呢？我跟你又不熟，为何要针对你？谁知道你脑子有什么大病？你放肆！桑榆，你恶意辱骂我！
等回仙门后，我必然上报给执法堂，告你不敬尊长。你是阵风亲传，我是扶风亲传，请问我算对你哪门子的不敬？论起来，我扶风就我一位亲传。前面可是太玄门吴长老和胡长老。不错，是我二人。吴真人，你太玄门可有弟子走散？并未。江真人为何这般问？那你们可路遇他们弟子半路拦截非洲求救，莫非你青云门也遇见了？在下正要带弟子前往前面腾龙山脉救人，江真人也要一起。哈哈哈哈！阵风的蓝丫头，可听清辨别事情来龙去脉了？江真人这是在打什么哑谜？佛门庶子，还不快速度现形！吴真人误会，这二人在假冒天剑门弟子，意图引诱我们前往腾龙山脉。禀报师尊，他二人皆为散修，只怕被魔门买通，专做这引诱行当。这要是提前设立魔门大阵，引诱我们过去，只怕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无妨，魔门小道儿早被我门下弟子一眼识破。避险之恩无以为报，不过一些黄白之物，还望莫要嫌弃。滚蛋！那老夫便替门内弟子收下了，回头教育他。既然遇上，那便结伴而行吧。小师妹是如何看出那二人有问题的？啊，我没看出来啊，我就是见不得道德绑架，谁敢道德绑架我，我就杀谁。到底何为道德绑架？就是以道德为名绑定你，必须要做我说的事情，否则你就是在违背道德，是恶人。我悟了，往后要封弟子，谁再出口说反正我毒舌多，借他们几条也不会少块肉。去他的，我直接开干！我也悟了，多谢桑师妹检检。以后谁再跟老子哭穷，让老子免费帮忙练气，老子肯定不干！都去他的道德绑架老子！多画了些加强版金刚符，有需要的50块零食一张，先到先得。我要，桑师妹给我10张，限购5张。也好，这是250块零食。6张。好，多谢桑师妹慷慨解囊，就6张，300零食，请笑纳。古师兄，你这要参加生死斗的人，难道不需要来几张金刚符吗？多谢桑师妹好意，但我剑修依靠外力护身，易遭人耻笑。可古师兄有没有想过，你即将要参与的是生死斗，万一火拼之际，对手为了保命，关键时刻动用外力防身斩杀于你，却并不妨碍本次大比规则，你又该如何自处？我知晓你们剑修心怀坦荡，但若对手依靠外力，你备点防身底牌也不丢人。在我伏修看来，没什么比性命更重要。小桑榆言之有理，飞扬，若可以，为师希望你活。是师尊，弟子愿意买防护符备着。大师兄，小师妹这次给的内部价，若往外售卖，加强版金刚符都80块零食一张的。桑师妹，快看，下面就是太乙坊室，好大！太乙仙门与天剑门弟子多有傲气，若遇上无必要不结仇，若战了也不必怕事。你怎知？小师妹亲手画的符箓，在其他峰几乎有价无市。那师弟可有买些备着？并未。当年，师兄我便是与天剑门上官扶苏结下的梁子。古师兄可否细说？他醉酒诋毁我青云门剑术，我当众教训了他。那一战，
他失去一只耳朵，我失去一条胳膊。双方心中有气，便约了10年后的生死斗。听起来此人品行一般。师兄，这张顶阶爆破符你拿着，用不上再还我。这天剑门弟子怕是遭了大难。青云门弟子敢看我天剑门笑话，你们有种给我等着！没种，不等，没资格。可敢报上名来？不报，你不配。下次你二人再想看热闹，记得蒙住脸，否则出门小心被套了麻袋。小师妹适可而止。哦，那我回房画符去了。那我也回房修炼去了。青云门古飞扬，此次可有前来应我生死斗？不会不战而逃了吧？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大师兄叫嚣？滚！小师妹，你这张嘴啊！哼，敢出言贬低我青云门，我敌视他一辈子。你可知你3言2语会为我青云门招来大祸？我只知我青云门被挑衅到头上来了，还不反击？往后我青云门弟子行走在外，会头都抬不起来。修仙心境不过关，有碍我道途，我可不会憋着。好了，桑师妹言之有理。我青云门虽势弱，但门下弟子背脊梁不能断，一味忍让并非长久之计。我看其他仙门居所都未开启防御阵，可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在外面也被天剑门弟子偷袭了，我用异火反击，他以仙门管事出面，逼我们息事宁人。这些无耻之徒居然还敢玩阴的，真是不要脸！还好师弟你没受伤，不然桑师妹肯定气死了。我受伤，他为何会气死？